跟大家分享一项丑闻啊，他都跟每一位评审说，这是我孙子哈，表现得不错吧，对不对？那你们分数就，加油哈！为什么高中生可以参加口试呢？难道这些评审都不知道这2位是高中生吗？分数为什么会优于大部分的牙医师？大家好，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保牙、保龈、保笑容，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跟大家分享一项丑闻啊，我实际上很少讲人家坏话哈，就跟大家分享我经历的事啊哈。这是今年2025 3月15、16大台北国际牙材展。大台北国际牙材展现在已经是全台湾最大的牙材展了哈，因为几乎北中南这段时间哈，而且又在年初啊，这段时间有可能要开业的牙医师，就是开诊所的牙医师都会上来看这个牙展，订购一些产品啊哈。好，今年办的最大有超过400家厂商，国际年会已经超过12年了哈，有世界级的教授来这边上课啊哈，因为这是所谓大台北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台北市的牙医师的会员有3000多位，新北市大概也是将近快3000位，所以总共加起来将超过6000位的牙医师来参加哈，就是我们每年都要缴年费啊哈。所以都要去大会报道，所以几乎3月15、16这2天，几乎台北市大部分的牙医师都没有在看诊啊，因为都要去大会这样子。光双北大会都占了快超过40%的牙医师会去参加，然后中南部的牙医师有些要开业的哈，或者是要看器材的，要买一些电脑断层啊、扫描器啊也都会去参加哈，所以非常的热闹。每年的大会都有这些东西啊哈，我们要看一下啊，有一些会员啊哈，有一些牙材展啊哈，有些甚至也有一些学术论文的部分啊哈，你们看一下哈，这是学术论文的部分哈，像很多参加。很多人参加哈，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很多人贴海报哈，所以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哈，能够拿到前几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好，大家可以看哈，这些大家都很努力，有得名的，他就会贴一个标签说你第几名这样子。好，所以今年大会的2025的大会，主要分为什么？竞赛组。竞赛组就是我们要去比赛，像我很常去贴海报，把我们自己的 case 分享给大家。如果评审觉得我做不错，评审就会打分数这样子。好，所以第一个竞赛组的规定的参赛资格是什么？牙医师或牙医系的学生，包含研究所、实习啊、受训医师都可以参加，只要是跟牙医产生关系的，不管是学生、研究所还是牙医系的学生也都可以哈。技师有展示组，有一些技师啊、口味师啊都可以哈。第二个，论文种类有哪些？在6、7千人的场合，当然它有分什么竞赛论文包含哪些东西？临床新的病例报告就4个，临床新的病例报告、文献回顾跟原创论文，这4种你可以张贴这4类的论文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如果能进初审的都不简单，因为我们不好的写的不好的不够好的就没办法进入什么初审。我们会有一个初审，进行先评估，你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符合大会标题？要创新，要 AI， 你有没有符合大会的主题？然后筛选下来你的内文是不是可以的？然后再复赛，复赛就会有8位评审轮流去打分数，那你要跟你的评审委员去对打，所以他是会希望你在比赛的那一天礼拜6的那一天，礼拜6、礼拜天的礼拜6那一天中午，你要站在那边给评审备询，评审要问你问题，到底在做什么？评审有问题的会给你疑问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参赛的部分就是代表我们诊所我自己做的一些 case， 也是用什么生物骨增量，用自己的骨头来补，很开心我们有得到什么？看到上面写什么嘉奖
只有前几位哈，除了前3名之外，我们就有一个嘉奖哈，就要做的还不错，没有得到前3名，可是我们第一个拍照要好，第二个你的题目要符合大会主题，也要收集的够好，也是要前几名才可以获奖。然后我们就有发现有一篇文章很奇怪，它的题目的标题是这样子，是牙2代幸福吗？它是放在临床案例组。这个标题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符合临床吗？牙2代跟富2代过得爽不爽，开不开心，跟临床有关系吗？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他为什么可以进初选、进初赛？真的是我也觉得很纳闷啊哈。那你会看到仔细看哦，它有那篇文章里面有这个大会的期刊哈，没有一张什么临床的照片，所以它也不是属于临床的案例啊哈。它跟牙2代跟临床竞赛根本一点关系也都没有哈，怎么过初审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会看到一个 logo 是康桥的，康桥什么时候有牙医系我怎么都不知道哈，所以它有康桥 logo， 那我们到底来看一下为什么有康桥的学生可以来这边贴海报呢？这很奇怪哈我们看他挂名的第一作者叫什么？傅明仁，这些都是公开的资料哈。傅明仁，事实上他挂名第一作者，可是呢他是列在什么最后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些博士心里在想什么明明就是挂第一作者，可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个作者。博士的想法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这个挂名这个傅明到底是谁？他现在是3种的现任，也是在3种当牙科部里面当临床医师他本身是什么拿到哈佛的博士然后是什么？是雪梨大学牙医系毕业的这叫傅明仁傅医师然后呢，他还有一个作者是什么？傅二这个教授他之前就是在3种牙科部当过主任，所以他非常的有名。他的小孩子就是傅明仁，那跟现在po论文有关系吗？好像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他是挂第一作者的爸爸叫傅二，那傅二教授他现在在慈济所以我们会看到挂第一作者，实际上的第一作者跟第二作者也是姓傅，他们现在就读康桥的高中部。当天有7位到8位评审来帮他们进行口试。你说你这篇文章做得怎样？解释半天，竟然评审难道都没发现他们是高中生而已吗？真的是非常奇怪这也是我参加海报比赛也参加10年以上了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有高中生站在6、7千人的大会里面来发表自己的文章。第2代幸不幸福？可是呢，名列第一作者的傅明仁医师有参加吗？没有，他就派了2个他的小孩来参加这个比赛。初审第一阶段怎么过不知道，7、8位评审给他讲评的时候，竟然都没发现他们只是高中生嘛？怎么会有资格来这边参赛呢？然后口试完之后这个傅二教授也站在旁边，大家都认识他，他都跟每一位评审说：“这是我孙子表现得不错吧？对不对？那你们分数就加油这是我儿子，这是我的孙子跟孙女一起报告大家加油不要以为他们是高中生什么都不懂他们很努力在做所以我们看一下傅家的组织图，爷爷是什么？傅二是教授等级，主要是负责跟评审拉低赛好好打分数爸爸傅明仁没有参加，可是他挂名什么第一作者。那实际上的第一作者、第二作者是这个辛女跟信，是他的儿子跟女儿。实际上的第一作者，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第一个文不对题，临床案例跟什么？跟你牙2代幸不幸福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大会的主题 AI 是创新也不是临床组，为什么它可以被选进来？然后2位高中生口试挂名的傅明仁医师竟然没有出席，而且分数你们看一下，分数还可以拿到第4名。你文不对题还可以拿到第4名。如果是作文比赛，文不对题，你没拿到鸭蛋就已经不错了，还可以拿到第4名，打趴什么？大部分在座的牙医师有没有很厉害？你看爷爷的力量多厉害！每个评审去打分数都要去跟他们勾肩搭背聊天一下，聊一聊，说我的孙子我的孙女
你厉害吧？分数不要给我太难看所以赢过大部分的牙医师，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针对他们题目，针对他们的参赛资格提出一些疑问：为什么初审会过呢？为什么高中生可以参加口试呢？难道这些评审都不知道这2位是高中生吗？挂名第一作者，跟实际上第一作者也不同。分数为什么会优于大部分的牙医师？他的评审核标准到底在哪里？也没有一张临床照片，跟实际的临床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审核标准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是非常的藐视他们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他们是副2教授的小孩，所以就可以怎样无视大会规定，藐视大会，假借什么爸爸的名义报名取得资格，钻大会的漏洞。副2教授企图什么操控、影响评审委员，所以一切都只是为了什么？要让小孩子出国，说我们小孩子很厉害参加发表张贴海报所以身为台北市牙医师的会员，我们当然严正抵制这种投机的行为外力介入评审，我们也呼吁工会严惩，就是如果是大会的话，我一定会严禁什么附加不能再参赛了真的是笑话，你知道吗？差点闹成台湾牙医界最大的笑话所以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对我来说，我非常的看不起他们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好的，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黑幕，谢谢，拜拜，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拜拜。牙药宝找3宝。